美国军事专家撰文宣称，中国的一系列国产战机实际上全是抄袭赝品，中国并没有能力自研先进战斗机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美专家伊斯特伍德最近发文声称，中国制造的一系列先进战机均为抄袭赝品，因为中国没有能力自研先进战机，包括歼20战机也是抄袭的。他认为中国正在努力追赶美国和俄罗斯，成为地球上第3个能够制造隐形战斗机的国家。虽然歼20隐形战斗机已经开发了10多年，现在也已经大规模量产，但是仍然不知道它如何对付美军的 F2 和 F35隐形战机。但是歼20绝对是抄袭美国和其他国家战斗机的产物，毕竟抄袭对于中国来说不陌生。歼20是歼10的衍生型号，但是歼10是抄袭了以色列人的幼狮战斗机的产物。歼20还参考了歼11和歼16，这2款战机又是源自于苏联、俄罗斯苏27战机的设计。歼20参考的舰载机歼15，则是照抄俄罗斯苏33舰载机的产物。最后则是歼20本身，歼20的设计抄袭了美国的 F2、F35隐形战斗机。美专家宣称，中国的黑客窃取了 F35项目计划，如歼20机身上的光电瞄准系统和 F35机身上的非常相似。美专家的观点就是，对于中国来说，没有能力自研先进战机，基本上全是抄袭。而且即便是靠抄袭而研发的最先进歼20战机，在空战中也不是 F35战机对手，因为 F35的隐身性能更出色，能够率先发现歼20，并且向其发动打击。F35的发动机也很优秀。此外，中美飞行员的技能水平也不一样，这方面明显美国更强，因为中国自1979年后就没有打过大仗，而美国飞行员战争经验丰富，参加了多场战争。可以说在交锋中，美国飞行员比解放军更有优势。而且台湾空军的 F-16V 战机也能对解放军构成威胁。台空军飞行员驾驶 F-16V 可以削弱解放军空军的打击力量，直到美国或其他盟国以援军介入。当然，台湾的空军必须生存至少2个星期才能实现这一目标。台军的 F-16V 战机和美军的 F-35战机将阻挡歼20。不得不说，美专家的观点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，尤其是所谓抄袭的观点和解放军空军与美台空军交手会落败的观点，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就拿美专家指解放军战机抄袭的观点说，如歼10抄袭以色列的幼狮，歼10战斗机是宋文聪团队自行研制的国产战斗机，其总师宋文聪表示，歼10战机源于早已落马的歼9战斗机技术方案，和以色列的幼狮战机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其次，美专家指责中国所谓歼11、歼15分别是抄袭苏27、苏33的技术，也是无中生有。解放军是从俄罗斯引进了苏27战机，然后和俄罗斯苏火1达成了苏27国产化的协议，随后才有歼11A战机的问世。在歼11A的基础上，后续中国空军衍生了更先进的国产化歼11B、歼16战机，并非所谓的抄袭。歼15同样如此，它来源于中国从乌克兰手中购买的苏33原型机，经过国产歼11B技术的延伸和参考苏33设计后，才诞生了歼15战机。至于更先进的歼20抄袭美军 F2 和 F35的说法，也完全是骗傻子的。歼20早在90年代就开始研发，90年代 F2 和 F35也没有服役，歼20完全是中国科研人员按照自己的设计指标摸索研发出来的隐形战机，和美国的2款隐形机并不能构成所谓的抄袭关系。其次，关于美专家认为的所谓 F-35和 F-16V 可以阻拦歼20的观点，只能说令人啼笑皆非。歼20作为比美国隐形机服役要晚隐形机，具有时间上的后发优势，尤其是论单机性能而言，歼20技术水平上还要略高于 F-35，如雷达、武器和机动性能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F-35面对歼20根本做不到首先发现和先敌开火。相反，
歼20更优秀的雷达可以率先发现 F-35，并且引导空空导弹发起打击行动。而 F-16V 这样的飞机根本别说对付歼20了，对付解放军的歼10C 战机都已经非常吃力了。歼20是隐形战机，而 F-16V 只是一架常规战机，并不具备和隐形战机空中较量的能力。如果强行上阵，只能沦为歼20的靶子，更别提阻挡解放军空军。因此，从美专家的言论和观点也可以看出，这样的专家实际上也就只是专家。